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不走流量路线却稳居一线，李沁的高端商业局背后到底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心话？说句实在的，这2天刷到李沁在深圳万象城精品店开幕、各地跑活动的路透，我脑子里蹦出来的不是女明星真美，而是一个词：真心话茶局。人前风光，镜头一关，估计他也有一肚子真心话想说嘛。我个人认为，李沁这种人挺有意思，就是你看着他不算那种一眼惊艳的大女主长相，也不特爱整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夸张人设，结果10几年下来，戏一步一步拍，路演一个一个跑，热搜时不时蹦一下，人气就这么稳稳拱上来了。圈内有演员换脸换人设，他这边像老胡同里开了10年的早点铺，没啥花哨招牌，味儿还一直挺正。说句心里话，我对他印象最早不是庆余年，而是各种古装小配角时期。那会儿他在荧幕里还很稚，眼神一看就是刚入行的小姑娘，戏一场接一场，也没啥轰动效应。就是你刷剧的时候，突然看见一个眼睛干净的姑娘，弹幕说这是谁啊？挺灵的，一查，李沁。那时候感觉他是典型在演戏里打工的人，没资源吹，靠一个角色一个角色堆。而说到底，他现在被人拿出来写莺啼序，用东风催心绿梦竹星汉这种字眼夸。我觉得吧，这种文化包装背后其实是娱乐圈一个挺现实的规则，谁能扛得住时间，才轮得上讲故事。你看多少人红1-2年就没声了，开幕式都轮不到他们占 C 位。而他现在从深圳万象城到各地品牌活动、机场街拍、时装周、艺术展，排期看着密密麻麻，说明品牌方认这个人设，观众也不烦。我就纳闷了，咱普通人看明星到底在看什么？颜值、戏，还是那点被包装出来的人生故事？李沁身上有一个微妙点，就是他既不是那种流量狂轰滥炸的顶流，又不是默默无闻的演技咖，只在剧中存在。他介于中间，圈内一些人说，这种位置反而最容易看清行业真相。你不至于被捧上天，也不会被完全忽略，夸你的人跟质疑你的人都不缺。而说句实在的，莺啼序，李沁这种长调一出来，很多人会觉得有点端着。诗意礼赞，东风催绿，梦竹星汉，好像把一个女演员往文化符号那块拔。我个人认为，这东西一半是文人的浪漫，一半是市场的算计。文人爱把人的奋斗写成长词，市场呢，得给品牌和艺人找点精神光环加持。什么温婉坚韧、初心如皎、岁月雕琢，听着倍儿高端。可咱反过来问一句，他本人在真心话茶局里会怎么形容自己的这些年？我曾经在片场蹲过一整天，围观那种路演前后状态。台上演员笑得倍儿职业，台下回休息室，一屁股坐沙发上就开始揉脚。团队在那讨论下一站是重庆还是苏州，航班几点，哪家媒体要单独采访，那种切换感特有戏剧性。你看这次提到的重庆庆余年路演，苏州秋冬时装周，北京匠心艺术展，其实就是这么一条线，戏的跑，时尚的露脸，艺术展的撑场面。表面看是多期发展，说句实话，也是一种高强度职业巡游。而李沁这种性格，看起来不爱抢话筒，不爱猛刷存在感，你说这路演、红毯、艺术展，能不能不去？理论上可以，但现实里，艺人要维持商业价值，品牌要看你曝光，新戏要打宣传，平台要看你数据。说到底，没人真能只躲在剧组。他在上海虹桥机场被街拍，网上一堆图，说穿搭，说状态。
其实就是整个商业链条在运转。你被拍到，才有后面的话题讨论热度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倒是挺佩服他在角色上的那点执拗。有人说他戏路宽广，从娇娥到侠女，从温婉到豪情。我觉得吧，这话有点客套，但不完全假。你看他这种路线，不是走那种极端人设，说我就要演疯批，我就要演大女主，而是慢慢把每个类型角色默戏。他能在古装里不油腻，在现代戏里不做作，这在现在这环境里还真不容易。很多人长得好看，一到镜头前就演技氛围感太重，李沁的表演反而有点老派。圈里有知情人士透露，说他在剧组挺较真，一句台词反复琢磨，某些戏不愿意用替身，打戏练到浑身淤青，这些故事早就不算新鲜。但你看这次莺啼序里写戏着台词，意气纵横，梦逐星汉，我觉得有点意思，就是把这种工作状态用古典审美翻译一下。咱平时说他很敬业，文人就写成岁月雕琢，艺路永耀，本质上是一回事儿，只不过听着更文艺。而观众的反应也挺微妙，很多人在评论里说他好稳没什么绯闻，感觉挺干净。说句实在的，干净这个词现在被用的特频繁，有时候反倒让人头疼。但放在他身上还挺贴。他不是那种频繁上热搜靠感情八卦的，他的热搜往往跟角色、造型、活动相关。也不是说他就没有情感生活，而是他没拿这东西当营业主线。咱看多了那种恋爱营销、结婚综艺，再看一个不靠私生活拉流量的女演员，心里多少有点舒坦。不过我就纳闷了，这种稳到底是选择还是被选择？圈内曾有人半开玩笑地说，女演员越红，越容易被各种故事盯上。你在聚光灯中心待久了，谁都想从你身上挖点料。而李沁这种位置，说不上是第一排最亮，但也不是后排，恰好在一种大家都知道你，但是不会疯狂追着你啃的状态。你说对他来说，这是不是一种难得的安全区？他可以专心工作，可以偶尔露面，但不用天天应付舆论暴风眼。而从普通人的角度看，他现在在深圳万象城开精品店活动，走秀走进苏州时装周，艺术展跑到北京匠心展，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明星们的生活就是在各种高端场合里游走，离民间老远。可我个人认为，这种场景感也有点被放大。活动现场一撤展，那些华丽布景说散就散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和你一样，照样的早起化妆赶飞机，凌晨收工饿得吃泡面。这种落差感，很多演员自己都说，红毯2分钟，后台1小时。有一次，我在采访一个演员的时候，随口问他，你最想在茶局里跟同行聊点什么真心话？他愣了一下，说，想聊聊累不累和值不值。我当时觉得这话挺戳心。明星的光环，外人看着很飘，车接车送，衣服赞助，酒店5星。可是真心话里，挺多人在问自己，这么干10几年，换来的是谁的掌声？是粉丝的喜欢？是品牌的认可？是行业的尊重？还是一堆数据报表？李沁这种10几年熬出来的演员，估计也免不了时不时琢磨这2个字值不值。而莺啼序这类对他的赞颂，其实也像是一种文化版的奖杯，告诉他和观众，这些年没白折腾。你看词里那句扶摇冲霄汉，平治远眺，听着挺悬，可翻译成日常话，就是你现在站的位置，比当初跑跑龙套做小配角时高多了，你可以看得更远了。只是我觉得吧，这种更远，不光是事业曲线，也的是内心的范围。
你能不能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里，还保持那点初心如角，不被完全切割成一个商业机器？说句平点的，人活着，说到底都是在跟自己谈判。普通人谈的是房贷、加班、孩子教育，演员谈的是剧本、角色、人设、商业合作。表面看世界不同，本质上都在问同一件事：我到底是谁？我在干嘛？我愿不愿意这样继续干下去？我个人认为，看李沁这种从稚气少女走到风华渐成的过程，对我们普通人也有点启发。坚持这俩字听着挺俗，但有时候就是有用。你今天的稳定，很多时候是过去10年不体面、不风光、不被看到的积累。而观众的真心话呢，其实也挺直接。咱不需要每个明星都被写成诗，也不需要每个女演员都被捧成女神。咱需要的是在屏幕前看到一个靠谱的角色，生活里知道他没用我们的情感当玩具，公众形象不恶心人，作品不敷衍，这就足够了。至于他去多少活动，穿多少礼服，被写多少长调，那都是行业的事儿。咱看得开心，不被当傻子，这才是关键。所以啊，说句实在的，我愿意看见更多像英提序这种文人视角的作品，但更愿意听到艺人自己的真心话版本。捋一捋从上海虹桥机场街拍，到重庆路演，到苏州时装周，再到北京艺术展，这么一路走过来，他亲口讲讲哪次笑是真心的，哪次累到想躲起来的，哪次角色演完了还舍不得放下，这比任何华丽辞藻都解渴。咱坐在屏幕前喝着茶，听一听一个女演员的真心话茶局，那画面比任何璀璨舞台都真实得多倍。